公司千万资产归零，而我是唯一能阻止这场灾难的技术员。可就在我调整好状态，准备大干一场时，签字吧，江13。月薪从5万变3000，负责端茶倒水。楚生，你这是把我当打杂的使唤？江13，别太拿自己当回事。你每天就在电脑前敲那几个破代码，还没保洁大姐拖地累。现在大学生一抓一大把，给你3000，那是看在老员工的情分上，懂吗？哼，勤奋，你们懂个屁！你们根本不知道这系统如果没有我。正当我准备跟他解释我为这个系统付出了多少时，柳如烟从边上径直走了过来，一声冷笑道：“怎么不满意？不满意现在就滚！外面大把名牌大学生排队等着进门。江13，做人要知足，这3年你白拿公司几百万，我不让你吐出来，就算是仁至义尽了。”就是江13，你那一套早过时了，现在都是云端智能，谁还养闲人啊？刘总赏你一口饭吃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听着这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把通知书拍在桌上。行，既然你们嫌命太长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随后我拿起笔，刷刷2下签上了名字。而柳如烟和楚生对视了一眼，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。他们以为我是认怂了，以为我是怕丢了饭碗跪地求饶。笑吧，趁现在还能笑得出来，待会有你们哭的时候。刘总，既然工资降了，那我的工作是不是得严格按照这上面来？废话，以后运维不取消，你就归楚总管，赶紧把办公室腾出来。楚总那个名牌大学的侄子马上就要入职了，别在那碍眼。没问题。随后我离开办公室，回到机房，屏幕上无数绿色的代码正在疯狂跳动，像一个个士兵坚强地守护着公司的每一分资产。这可是老子熬了3个通宵写的天盾防御系统，3年整整3400万次攻击，全靠它顶着。在那俩蠢货眼里，还以为这是电脑自带屏保呢。既然你们觉得系统不需要维护，那就让它裸奔吧。伴随着屏幕上的绿色代码停止，一行行数字消失，像被抽干了灵魂，最后消失的只剩一个孤独的光标在黑色背景上闪烁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地狱的时刻了。随后我拔掉加密狗，随手扔进背包。就在这时，楚生带着2个行政小妹冲了进来。楚生一脸嚣张，指着桌上昂贵的硬件调试设备：“搞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这些破烂都扔了。”可这是公司资产，几万块一个，关我雕事！你赶紧滚去前台坐着，一会有客户来，记得倒水。呵呵，既然这样，楚总以后电脑坏了别来找我。找你，你也配？我侄子可是计算机天才，比你强100倍。下午，那个传说中的天才来了，一头扎眼的黄毛，穿着紧身裤、豆豆鞋，走起路来像得了软骨病。小浩，这就是咱公司的机房，以后这一片都归你管，只要系统不崩，随便你怎么玩。叔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在学校可是网吧管理员，装系统我在行。卧槽，网吧管理员维护金融交易系统，这跨度比骑住上高速还离谱。我坐在前台保洁阿姨的位置上，默默打开了荣耀王者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声杀猪般的咆哮响彻了整个公司。江13，你死哪去了？楚生满脸通红，指着电脑屏幕，口水喷了我一脸。而我此时正在前台悠闲的嗑瓜子，听到喊声，慢悠悠的站起来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的电脑全是弹窗？还有这个开机速度，怎么要5分钟？我几百万的单子要谈，耽误了你赔得起吗？我看了一眼屏幕，好家伙，满屏都是我要烟牌的不知名的流氓软件。没了我的脚本过滤，以你这老色批的浏览习惯，中招不是必然的吗？楚总，不好意思，我修不了。放屁！你以前不是搞技术的吗？以前搞技术关我现在啥事？话音刚落，我从兜里掏出那份皱巴巴的降薪通知书，指着上面的字：岗位职责，电脑开关机。要不楚总，我现在就给您演示一下我的工作内容。随后我弯腰，直接长按主机电源键，屏幕瞬间黑了，世界清静了。好了，关机完成，现在是开机。随后我拍了拍手上的灰，一脸无辜：楚总，我的工作完成了。见我无所谓的样子，楚生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你敢耍我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？就在我准备继续阴阳装楚生时，柳如烟踩着高跟鞋走了过来，一脸阴沉道：吵什么吵？刘总，你看这江13，我电脑中毒了，他不修，还跟我这儿装傻充愣。江13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赶紧把电脑修好，不然扣光你这个月工资。刘总，真不是我不修，俗话说得好，3000块只能请个司机，您非要让我修飞机引擎，万一修炸了，这锅我背不起啊。再说了，楚总那个名牌大学的侄子不是在那吗？让他来呗，人家拿2万呢。行，你行，楚生，把你侄子叫来，我就不信了，离了他张屠户，我还得吃带毛猪。喂，小浩啊，赶紧来公司，对，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技术。真正的技术？哼，真正的笑话还差不多。就当我两手一摊，准备啥也不管时，半小时后，那个叫小浩的黄毛来了，一来就大拉拉坐在我工位上，把腿翘在键盘旁边，嘴里嚼着槟榔。小浩怎么样？看出问题了吗？叔，这还不简单 ，CPU 占用高，那就是垃圾太多了。待会我下个366安全卫士，开个会员，来个全盘大扫除，保证比新机还快。
我尼玛在 Linux 金融服务器上装360，还全盘大扫除，这不就是给兵马俑做美甲没事找事吗？随后小号又东搞西搞了半个钟头，最终只见小号猛地敲击回车键后，原本只是卡顿的屏幕瞬间变成了死一般的红色，无数个 error 弹窗像雪花一样疯狂涌出。卧槽，这啥情况？叔，屏幕怎么红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快修啊！重启。哦对，之前我的网吧师傅说过，遇事不决先重启。蠢货，数据库正在读写的时候强制重启，这下好了，直接物理超度。就在两人连忙重启服务器时，外面的办公区已经炸锅了。只见客服主管披头散发的冲进机房，他举着手机，一脸惊恐道：“啊，怎么回事？楚总、刘总，客户群炸了，所有人都说 APP 登不上去，提现显示服务器连接失败，我们要被打死了。”就在这时，柳如烟冲进机房，她脸上还在带着面膜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后台怎么进不去了？楚生，你那个侄子在搞什么鬼？这可能是系统升级，正常的。升你大爷的级，那是钱，每秒钟都在亏钱，还不快让那个废物给我修好！楚生被柳如烟这一吼，脸上一阵白一阵红，气得抬脚就踢在小号的屁股上。别重启了，快想办法！叔，我不行啊，这全是英文，我看不懂啊，这跟网吧的系统不一样啊！看着小号被楚生踹得屁滚尿流，甚至尿了裤子，我差点笑出声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这才发现站在门口的我，她先是一愣，随即一脸愤怒道：“江13还站在那干什么？没看见出事了吗？快去修好它！”刘总，您是在叫我？废话，除了你还有谁？赶紧进去把系统恢复了，只要你修好，之前降薪的事，我可以考虑给你恢复到4000。哼，4000，这娘们是把脑子落在娘胎里了吧？这时候了还跟我玩施舍这一套？呵呵，刘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根据员工手册第3章第5条，我的职责范围不包括服务器维护，而且这烂摊子是那位天才搞出来的，我要是插手，万一赖上我怎么办？我这3000块的工资赔不起这几个亿的生意啊！江13，现在是公司生死存亡的时候，你还跟我讲条件，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？又是威胁，刘总，您这招能不能换换？我现在是打杂的，本来就不在 IT 行业混了，您随便封杀。我话音未落，机房大屏幕猛地一闪，原本滚动理财广告戛然而止，画面瞬间漆黑，只有一行血红的大字刺入眼帘。紧接着，一连串的数据开始在屏幕上疯狂滚动，那是资金流出记录。只见上面的数字飞速跳动。天哪，钱在被转走，那是客户的备付金。而柳如烟看着大屏幕，两眼一黑，瘫坐在地上。我的钱啊！快报警，快拔网线！对，拔网线！楚生像疯狗一样冲过去，一把扯断了机柜后面所有的线，一瞬间，整台机柜就火花四溅，滋滋作响，震惊了在场所有人。而我静静地站在那，看着楚生那因惊恐而扭曲的脸，心中不由好笑。晚了，这是脚本攻击，数据早就已经在云端被劫持了。拔网线除了损坏硬盘，没有任何卵用。看着乱成一锅粥的公司，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。哎呀，5点了，刘总、楚总，我下班了，祝你们今晚过得愉快。江13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死给你看。刘总，那是您的事，建议您死远点，别脏了公司的地。保洁阿姨挺辛苦的。我留下这句话，随即推门而出，背后是交不位、警报声和楚生崩溃的惨叫。很快我回到家后，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。打开手机一看，柳如烟打了20多个电话，而楚生发了50多条语音。哼，想求饶，留着跟鬼说去吧。我直接拉黑了他们，随即打开电脑，连上暗网的一个监控节点，屏幕上的数据显示，仅3个小时，公司的资金池就被抽干了5000万。5000万，够柳如烟那个爱马仕强买10次了。就在我想着的时候，监控画面上突然跳出了一个骷髅头标志，这是勒索病毒的标志。老熟人来了，看来那帮黑客觉得光赚钱不过瘾，还想把数据库锁死再敲诈一笔。这下神仙难救了。随后我合上电脑，吃完一碗热腾腾的泡面，满足的沉进被窝，直到一阵混乱、持续且毫不留情的砸门声，硬生生把我吵醒了。开门，江13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我慢条斯理的拉开门，只见楚生眼眶通红，身后站着2名警察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肯定是他勾结黑客。昨天只有他碰过服务器，也是他拒绝修复漏洞，导致公司损失惨重。抓他，让他坐牢。警察同志，早上好，这位疯狗是谁？江先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怀疑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请配合调查。没问题，我是守法公民，正好我也有些东西想让警察同志看看。我半点没反抗，就跟着警察走了。很快到了审讯室，而楚生就坐在我对面，手指还在不停的发抖，心虚的四处乱瞟。警察同志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我是运营总监，我不懂技术啊，都是江13，是他平时把系统搞得太复杂，故意留了后门。我侄子小浩只是按正常流程操作，怎么可能一按回车键数据就没了？这绝对是陷害。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，嘴角微微上扬，编，接着编，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现在连逻辑都不要了？
楚总，您这话就有意思了。您说您不懂技术，那降薪通知书上云端智能不需要人工维护这些话是谁教您的？既然不懂，为什么要让一个连 Linux 指令都认不全的网吧管理员驱动核心数据库？你闭嘴！警察同志，他这是狡辩，他就是怀恨在心。安静！只见一旁负责审讯的警察猛地一拍桌子，一脸严肃地盯着楚生。楚生，我们已经调取了服务器的底层操作日志，日志显示，昨天下午14点05分，有人使用管理员权限，手动输入了 RMRF 信号指令，这是 Linux 系统下的强制删除命令，俗称删库跑路。而那个时间点，监控显示江13正在前台和保洁聊天，操作者的 IP 地址就在你们公司的机房内。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话音刚落，楚生的脸就瞬间变成了猪肝色，额头上的冷汗像瀑布一样往下淌。是小浩那个小畜生，他说那是清理垃圾的指令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这就开始咬人了。这就是所谓的叔侄情深。楚总作为技术负责人，监管不力导致数亿资产损失，这锅您不想背也得背。而且据我所知，您侄子入职的手续还没走完吧？让一个外来人员直接操作金融核心数据，这可是严重违规。我此话一出，楚生就彻底崩溃了。只见他双手抱头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我要见律师，我要见刘总，是刘总同意的。他说只要能省下江13的工资，让谁干都行。我是冤枉的。看着楚生那副鼻涕眼泪一大把的恶心样，我只觉得反胃。警察同志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江先生，感谢你的配合。目前看来，你不仅没有嫌疑，还是受害者。不过最近可能需要你保持通讯畅通，这案子没那么简单。明白，随叫随到。我随后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看都没看楚生一眼，大步走出审讯室。楚生完了，但这只是开胃菜，主菜柳如烟，这时候估计已经熟透了。刚到公司附近，我就感受到了什么叫民怨沸腾。原本气派的写字楼大门，现在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。柳如烟滚出来，还我棺材板！砸了这家黑店！就在这时，一个大妈冲破防线，大手一伸，死死揪住柳如烟的头发，将刚要进门的她生生拽回了人群中心。你个丧尽天良的！我儿子的手术费都在里面啊，你还给我！啊！放手，疯婆子！保安，打死他！给我打死他！都这时候了还这么横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保安根本不敢动手，反而在慢慢后退，而我站在不远处，吹了一声口哨。刘总，这是在搞行为艺术呢。听到我的声音，柳如烟猛地转过头，那一瞬间，我在她眼里看到了震惊、愤怒，最后全部化为了乞求。江13，救我！这些人疯了，他们要杀了我！柳如烟拼命挣脱大妈，连滚带爬地冲到我面前，死死抱住我的大腿。系统怎么样了？只要你能修好，你要什么我都给。这公司也是我的心血啊！哼。心血，刘总，您别侮辱这2个字了。在您眼里，这公司就是个提款机，技术人员就是擦屁股的纸。现在纸没了，您觉得脏了？我错了，江爹，江祖宗，黑客刚才又发消息了，还有2个小时，2个小时后他们就会公开所有客户的隐私数据，还要销毁密钥，那样我就真的死定了。非法集资加泄露隐私，我会把牢底坐穿的。看着他这副摇尾乞怜的样子，我心里那口恶气终于顺了。行吧，看在那些大爷大妈也不容易的份上，100万，现在转账，不讲价。转，马上转。支付宝到账100万元。刘总爽快，大伙都让，我是来修系统的，想拿钱的都别吵，给我1个小时。听到能拿钱，愤怒的人群终于安静了一些，自动给我让出一条路。看，这就叫技术的力量，比柳如烟那个 CEO 好使多了。走进机房，那种熟悉的压迫感迎面而来。大屏幕上，勒索病毒的红色倒计时像催命符一样跳动，整个数据库已经被锁死，所有的文件后缀都变成了一串乱码。江工，这还能救吗？我看网上说，这种勒索病毒是军用级的加密，根本解不开。闭嘴，再多说1个字，我就加收10万。柳如烟立马捂住嘴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我拉过椅子坐下，从背包里拿出一个黑色移动硬盘。军用级加密，在物理隔离的冷辈分面前就是个弟弟。幸好我这人有个好习惯，每次大版本更新前都会手动做一个全亮镜像。随后我插上硬盘，紧接着打开终端。我并没有去尝试破解病毒，而是直接切断了网络连接，进入底层引导模式。啊！你干什么？你把盘割了，数据不就全没了吗？你要是再叫唤，我就把你嘴缝上。很快格式化完成，我开始挂在移动硬盘里的镜像文件。这可是几十个 T 的数据，换做普通传输得几天几夜。但我这硬盘是特制的，走的是雷电4000接口，加上我写的底层对拷脚本，速度起飞。屏幕上的进度条飞快地向前冲，柳如烟看得眼花缭乱。虽然不懂，但她能感觉到那个绿色的希望正在回来。
红色的倒计时消失了，熟悉的蓝色操作界面重新浮现。接着，我敲下了最后一行代码，屏幕上盾弹出一个巨大的金色盾牌图标，防火墙重新启动，实时拦截日志开始滚动。搞定，数据找回来了，交易系统恢复了，顺便帮你也把那个勒索病毒的源头 IP 封了。而柳如烟瘫软在地上，眼泪鼻涕呼了一脸。活了，终于活了！江13，你是神，你就是我的神。别，千万别，我就是个倒水的，担不起这名头。交易完成了，刘总，记得给你的客户发公告，就说系统维护结束，再见。哦不，再也不见。我刚走出机房，就看到一队穿着制服的金针警察走了进来，领头的正是之前那位警官，手里拿着一张拘留证。柳如烟，我是。现在怀疑你涉嫌集资诈骗、挪用资金以及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这是拘留证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什么？不，系统已经修好了，钱都在啊，我没有诈骗。系统是修好了，但你挪用客户备付金去炒期货的事，楚生已经全招了。还有这次黑客攻击暴露了你们没有任何风控措施，监管部门已经决定吊销你们的牌照，带走。警察话未完，冰冷的手铐就戴在了柳如烟的手腕上，她拼命挣扎，像个泼妇一样尖叫。楚生，你个王八蛋，你敢出卖我！江13，你帮我求情，我是老板啊！而我站在人群中，看着他被架上警车。老板，进了里面。你就是编号9527，警官辛苦了。江先生，你也算是立功了，要不是你及时恢复数据，受害者的损失就真的追不回来了。应该的，职业操守吗？看着警车闪烁的红蓝光芒远去，大厅里的投资人也开始欢呼。能提现了，快铁，以后再也不投这家了。这家公司算是彻底完了，但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。3个月后，我用那100万咨询费作为启动资金，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安全公司，生意红火。至于那几个蠢货，结局很暖心。柳如烟因非法集资和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，喜提因手镯一副，判了12年。楚生因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，进去陪他踩缝纫机了。听说在里面经常因态度嚣张挨揍，那个所谓的天才侄子小号被全行业拉黑，现在只能在街头送外卖。